你好呀，这里是 Momo 的投资笔记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只被市场嫌弃到骨折的股票，它当前的市净率仅 0.38 倍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来说，美股账面上实打实的净资产有 41.7 美元，但市场只愿意给它 15.65 美元的价格，相当于把净资产直接打了个3-8折甩卖。这家公司叫阿特斯太阳能，是光伏组件领域的老牌大厂，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。近2年光伏行业竞争白热化，产能过剩，价格战打得见血，它的股价也跟着从最高 33.58 美元一路腰斩，现在只剩 15.65 美元，相较高点跌去了 53%。 先把结论放在前面，我给它的评级是逢低吸纳，分批建仓。现价 15.65 美元可以先小仓位试仓，但真正的好子弹我建议留给更低的位置。光伏赛道过去2年经历了相当惨烈的产能出清，组件价格一路猛跌，从龙头到2线企业几乎全行业亏损，阿特斯也跟着被市场贴上夕阳周期股的标签，股价一路砸了下来。但恰恰是这种没人愿意碰的时刻，往往藏着周期反转的机会。我梳理了4个关键角度来说明现在为什么敢看多阿特斯。第一，看估值，它当前市净率只有 0.38 倍，已经破净了。周期股在盈利最差的时候破净是常见现象，但这也意味着向下的空间已经被挤压的差不多了，再跌基本就是在砸自己的净资产，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已经很小。第二，看位置，股价距离52周高点跌了 53%， 但从最低点 9.51 美元反弹至今已经涨了 64%， 这种跌无可跌，刚离开底部的位置天然就比追高的赔率要好得多，上涨的潜在空间远大于继续下跌的风险。第三，看筹码，6月26号那天它单日成交了836万股，而平时日均成交量也就200-300万股。这种恐慌性的天量换手通常是底部区域浮筹集中卖出，便宜筹码完成换手的信号，意味着后续抛压会大幅减轻。第四，看催化，市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它不赚钱，但反过来说，只要未来哪个季度它能实现环比减亏，甚至扭亏为盈，压抑已久的市场情绪就会快速修复。毕竟现在坏消息已经充分反映在股价里了，缺的只是一个能点燃情绪的好消息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股价表现。回顾过去52周，它的价格区间在 9.51 美元到 33.58 美元之间波动，目前股价为 15.65 美元，处于这个区间的中下沿位置，较最低点已反弹约 64.6%， 但距离最高点仍有 53% 的差距。再看近期走势，近3个月整体呈现上涨态势，累计涨幅达 16.36%， 形成了一个低位反弹的通道。5月份曾一度冲高至20美元附近，但随后便进入回落整理阶段。最近1个月股价回调了 14.48%，有效消化了前期反弹的获利盘。6月26日，成交量显著放大至836万股，显示恐慌性抛盘集中释放。近期股价以缩量回调至 EMA 均线附近，支撑作用逐渐显现。从技术指标来看， RSI 14指标目前位于46，处于中性区域，既未出现超买，也未达到超卖状态。 MACD 指标仍处于0轴下方，显示空头格局，但柱状体已开始收窄，暗示动能可能正在转换。 KDJ 指标刚刚形成金叉，这值攀升至72，显示出短期反抽的意愿。此外，布林带下轨位于 13.78 美元，构成潜在支撑。我们来聊聊这只股票的估值情况。先看市净率，只有 0.38 倍，妥妥的破净状态。这里可以打个比方，如果用一家周期公司当下的盈利去算市盈率，就好比在冬天最冷那天拿冰淇淋店当天的营业额去估它的价值，完全没考虑夏天生意回暖的可能。周期底部真正该关注的是公司手里的厂房、设备、存货，这些实实在在的资产价值，也就是净资产。可现在市场只愿意出净资产的3-8折。再看企业价值倍数，当前是 9.69 倍，处于中性偏低的水平，企业价值与营收比更是低距 1.49 倍。这2个指标都排除了资本结构的影响，从企业整体价值的角度来看，它的估值其实一点都不高。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数字， PE 距只有 0.13，
虽然公司当下是亏损的，但一旦盈利转正，这么低的 PE 值意味着估值修复的弹性会非常大。最后看分析师的观点，12家机构给出的目标均价是 18.05 美元，比现价还有 15% 的上涨空间，最乐观的机构甚至看到了30美元。整体评级是持有，分歧确实不小，但没有一边倒的看空。当前 15.65 美元的定价，说白了就是把市场最悲观的预期都打满了，这反而给逆向投资者留下了机会。再来聊聊这家公司的基本面，先看亮点，再谈问题。好消息是，它的制造业务根基尚在，毛利率维持在 22.2%， 这表明其产品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，售价仍高于成本线。营收规模也相当可观，过去一年达到了 54.8 亿美元。但问题也很突出，净利率为负 1.87%， 意味着每卖出1元钱的产品，最终还要亏损近2分钱，呈现出典型的增收不增利困境。更严峻的是，营收同比下滑了 9.9%， 说明业务规模正在收缩。通过杜邦分析拆解股东回报率 ROE， 当前 ROE 为负 2.88%， 处于负值区间。究其根本，正是负的净利率直接拉低了整体回报率。同时，公司的权益成数不低，因为其背负着 70.8 亿美元的总债务，而手头现金仅有 14.4 亿美元，速动比率仅为 0.44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家高负债且短期偿债能力较为紧张的公司，财务层面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。我基于公开信息梳理了3种情景。多头情景，我给 40% 的概率，对应股价22到30美元。此情景下，光伏组件价格触底后开始回升，某季度能真正实现扭亏为盈，破净的估值逐步向行业均值回归。再加上储能新业务放量，能为利润带来实际贡献。基础情景 40% 的概率，股价区间在14到18美元。这种情况就是行业慢慢出清，公司营收的降幅逐渐收窄，整体维持在盈亏平衡的状态，估值也继续在破净区间里震荡磨底。空头情景概率 20%， 对应股价9到13美元。触发的风险点包括价格战进一步恶化，债务再融资遇到问题，资产需要计提减值，甚至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，这些风险是必须正视的。把3种情景加权算下来，多头和基础情景对应的股价区间都在14美元以上，向下的空间相对有限，但向上的弹性明显更大。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哈，目标买入区间我定在12到 15.7 美元，打算分4批用金字塔方式建仓，越跌越买，争取把加权成本压到 13.9 美元左右。要是想更稳一些，也可以等它放量站稳 EMA26， 也就是 16.35 美元，同时 MACD 翻红，这是右侧确认的打法，更稳妥。止损位我设在 11.3 美元下方，一旦跌破这个位置，就说明它离52周最低越来越近，周期底部的逻辑可能就走坏了。该认错就得认错，别硬扛。已经持仓的朋友，如果成本和现价差不多，等涨上去之后，可以在18、20、24这3个价位分批止盈，落袋为安才是真的赚。总结一下就是，阿特斯是个赔率不错，但需要耐心磨底的周期反转博弈。便宜不代表马上就涨，它可能会在这个区间震荡好一阵子，所以纪律比择时更重要。现价可以先入第一笔，但真正决定输赢的是你能不能把资金流到 14.5 和 13.8 这2个更低位去加仓。如果你们也在研究阿特斯太阳能或者整个光伏赛道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。觉得内容有用的话，点个赞再关注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